陈哲远的新剧一开播就冲上了热搜。他自小与父亲生活在青鸾峰，为了不让儿子云天河离开，他在这里设置了一道结界。因为天河体内拥有世间至强之力，父亲担心儿子被有心人利用，才不让天河离开，然后送他一把锈迹斑斑的剑练武。这剑也太破了吧！他在这里生活了19年，从来就没有见过女人。他叫韩灵莎，天河误以为他是大猪妖所变，便故意让他掉下悬崖。还好韩灵莎有些身手，利用铁钩勾住崖壁，才保住了一条命。而他是来找一把充满灵气的仙剑。晚上，天河在祭奠父亲时，却听见不远处有响声。他担心大猪妖闯进了爹爹的石城洗洞，于是他来到洞中，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。他怀疑女人还是大猪妖所变，便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剑射中了韩灵莎的手背。他走近一看，还以为是墓中设计的暗器。韩灵莎扭头一看，原来是白天遇到的野人。之后他在天河口中得知，这里是他爹娘的墓地。就在他找韩灵莎算账时，他的血碰到了剑柄，突然剑发光飞到了天河手中。这时他们听见不远处有杀猪的声音，随着声音过来查看，发现大猪妖被什么东西困住。当两人冲上前时，却被什么东西把他们击退了。原来此处竟有阴灵。接着他不停地用法术攻击天河，却被他用体能挡住。就在阴灵发出最后一道激光波时，一把锈迹斑斑的剑挡住了这一击，然后在他身边转了一圈，自动到了天河的手中。他看着发光的剑若有所思，阴灵这才知道他是自己的主人。给主人道完歉之后，阴灵就离开了此地。这时他们发现一张符咒从石像里飞出，然后贴到了冰门上。韩灵莎好奇地来到门口，才知道刚刚那不是阴灵，而是用法力驱使的符灵。接着他好奇地揭开符咒，剑的亮光消失。正在天河疑惑时，他手中的符咒也消失了，不料冰门却自动打开了。只见里面有一副冰冠，还有仙人佩戴的枣玉。当天河看到这副冰冠后，他怀疑这是爹娘的冰冠。随后他走上前，这是天河第一次见到娘的容貌。此时韩灵莎发现墙上竟然有一首诗，上面有一句让他很是疑惑。突然他的手上雷电四起，韩灵莎赶紧松开了冰冠，他准备把这一现象告诉天河，却发现这把剑褪去了锈迹斑斑。殊不知这是修仙门派苦苦寻找的望舒剑。20年前，琼华派利用望舒和西河双剑往缚妖，由于战局旷日持久，关键时刻望舒剑宿主素玉受人蛊惑，忽然撤掉了剑，导致望舒剑主瞬间坍塌，西河剑独立难支。宿主玄霄惨遭西河剑反噬，琼华派元气大伤，云天青和素玉逃离。自此望舒剑下落不明，而云天青和素玉来到青鸾峰，生下一子云天河。自此云天河一个人在青鸾峰生活。他和韩灵莎误打误撞来到父母墓地，无意间激活了望舒剑，而韩灵莎要找的就是这把仙剑。当他们二人触碰望舒剑的一瞬间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他们挣脱不开。只见剑发出一道强光，击穿了山洞，竟飞向天空。而这一幕被幻冥界孟莫妖看见。与此同时，望舒剑的剑气激活了琼华派的河西剑。当琼华派看到这一幕后，才知必是望舒剑现世。不管是妖族还是修仙门派，都想拿回仙剑。当然，望舒剑的剑气也激活了河西剑。要不是韩灵莎及时松手，恐怕他们就要命丧墓道。修仙派为了拿到望舒剑，只见它变成一把剑匣，此剑匣乃是稀世暖玉所制。因为望舒剑寒气逼人，除了宿主外，常人无法取握。这剑匣可以抵挡寒气。神秘人派徒弟去青鸾峰拿回此剑，而韩灵莎想骗取此剑赎回家人，发现他一拿此剑就犯晕。于是他趁着天河睡觉时，随后身体消失在空中。小猪妖悲伤成恨，他决定去找黑衣人复仇。天河为了了解爹爹的过去，他便和韩灵莎下山来到了黄山脚下。晚上在听京剧时，却发现台上唱的是自己的父亲云天青，并在百姓口中得知他爹爹是无恶不作的败类。这时一个女人显现出真身，他是修仙界最有天赋的云天河，也是望舒剑的宿主。旁人一碰到此剑就会受到寒气侵蚀。这天他来到父亲生活的地方，因为天河想知道父亲过去是个怎样的人，却在这里碰到了一只妖。他是来抢夺天河手中的望舒剑，天河只好与妖展开搏斗。就在两人四目相对时，紫晶石里面的力量用尽，他便迅速逃离了。而紫英为了灭掉此妖，他便追了过去，天河他们才保住了性命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在树林里找到了小猪妖，突然听见老虎的声音，只见他们面前出现一只老虎。天河怎会屈服于妖？他便从地下拿起弓，老虎向他攻去，他用手中的望舒剑当作弓箭的箭，直接射中了老虎的爪子。他被望舒剑钉在了千年古树上，老虎见状，他便变出2个分身，上前与他们2人搏斗。韩灵莎不是老虎的对手。当天河看到这一幕后，他便一脚将分身踢出数十米远，然后飞了过来，用自己的香港脚踢开了老虎。此时韩灵莎身负重伤，2只老虎准备攻向他们，突然他们被剑阵控制住，当场烟消云散。原来又是琼华派的紫英。老虎忍着疼痛，奋力挣开望舒剑的束缚，而紫英驱使灵力在仙剑上，当场用阵法困住了老虎。当紫英下来后，小猪妖飞了过来，他责骂紫英和修仙者一样，杀了自己的猪妖爸爸。天河为了救小猪妖，他直接一脚把小猪妖踢上了天。当紫英要去追时，老虎却破掉了阵法，
接着想上前灭了紫英，却被他用捆仙绳绑住了老虎。突然湖里出现一只妖，原来是昨晚晚上夺剑的妖，他与老虎真心相爱。放开风险，他只好亮出鞭子，与紫英展开猛烈攻势，却轻易的被他躲开了。天河取出自己的望舒剑，上前攻击着妖，但他并不是妖的对手，结果他被妖打得口吐鲜血。为了防止情人受伤，他只好停下手，可旁边的紫英不会手下留情，当场用剑气击伤了他。就在紫英准备杀了妖，老虎挣开束缚，为了保护自己所爱之人，老虎为眼前的妖挡住致命一击。我不要你死！就在紫英准备灭口时，老虎飞过来攻击紫英，结果被他的剑气击穿身体。为了保存实力，他只好听从男朋友的遗言离开了此地。老虎当场领了盒饭，身体消失在了空中。随后他用仙法帮韩灵莎治好了伤口。天河觉得他是好人，便将自己的剑给他看，只见他对剑施法，才知道空山异动与此剑有关。接着他摸着天河的身体，却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，此人未经修炼，为何体内灵力如此强大？于是紫英布置了一道阵法，听到检测灵力，韩灵莎便试了一下。紫英发现韩灵莎虽然没有修炼过，但修为已达到第一层凤雏境。接着测试天河，这让紫英百思不得其解，法阵竟无法检测出天河的灵力修为。为了查出玉南王陵附近消失的百姓，他们来到女罗岩勘察情况，却在这里碰到裴大哥。梦里赶紧把脉，发现是被妖气侵体，于是他拿出自己调制的苏鹤通窍，想让裴大哥尽快恢复精气。可突然灵莎被藤蔓缠住，接着无情将其拖走。天河与梦里赶紧去追，最后发现灵莎拖入了一个洞中，突然后面出现藤蔓，将他们两人推进了洞里。就在急速掉落时，还好梦里施法稳固脚下，让他们二人平安落地。发现灵莎躺在底下，可明显她昏迷不醒，梦里便给她纹了苏鹤通窍。天河，你不要这么折磨灵莎，再这样弄醒了都会被她摇晕的。经过盗墓灵莎的勘察，发现这里是玉南王陵的甬道。这时天河看到面前出现一位女人，原来天河所指的女人就是眼前的傀儡。众人一脸懵。此时傀儡想上前攻击他们，结果被天河手中的望舒剑劈得烟消云散。为了找寻失踪百姓，他们进入了女傀儡所跑的方向。随后他们在墙上看到一首诗，突然这女傀儡又出现了，并且说了一首谁都听不懂的诗词。灵莎为了救自己的堂姐，她怀疑这个地方定有长生不老药，于是随着女傀儡跟了过去。最后他们来到一座辉煌宫殿，龙椅旁边有两只蛤蟆。当一阴一阳碰到蛤蟆后，发现两只蛤蟆竟亮了起来。灵莎这才明白，这是一对阴阳子雀，据说里面有取之不尽的灵力。就在天河准备抬走时，突然他们听见音乐的声音，天河也准备好了战斗模式。原来他们面前赫然出现一群舞姬，紧接着一个瓶子出现反应，里面飞出了一只魔。灵莎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玉南王，而玉南王的目的就是想夺取灵莎至阴之体，帮助自己逃离这座陵墓。当他在天河口中得知天河竟是云天清的儿子，他便冒充自己是云天清仙友，说天河的父母都得道成仙。天河便试一试他，他果然不是父亲的好友，因为父亲告诉他，母亲不希望自己给他立牌位。玉南王，你还有没有长生不老的仙丹？为了迷惑灵莎，玉南王便给他们倒了3杯琼浆玉液。灵莎抵不住长生不老的诱惑，当场喝下了这杯酒。丽莎，就在梦里也想喝时，天河直接打翻了酒杯。为了干掉这个妖魔，天河直接用望舒剑将玉南王击杀。原本辉煌的宫殿瞬间变成了一座陵墓。可突然听见玉南王的声音，接着他又从容器里化作一阵黑烟飞到他们面前。为了得到灵莎的躯体，他直接放出失踪百姓们的元神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玉南王搞的鬼，而他真正想要的就是灵莎的躯体。天河上前大义灭亲，可他准备攻击玉南王，都有元神保护着他，最后不敌被元神击倒在地。就在玉南王想要灭口时，天河用身体挡住了这一击，接着元神不停稀释着天河的精气。梦里用法术攻击，却始终无能为力。不料天河使出了阴阳之力，瞬间挣脱了玉南王的束缚。他只好使出终极大招，只见他不停稀释着百姓元神，然后很明显天河不敌，于是灵莎给他输送灵力。眼看这样不是办法，玉南王使出洪荒之力，灵莎的血液吐到了望舒剑上。梦里一脸懵，灵莎的灵力用尽晕倒在地，可望舒剑发生了反应。原来只有爱人受到危险，天河才能觉醒至强之力。只见他跑到妖魔面前，轻轻地将他举起，用砂锅大的拳头一拳一拳地打向妖魔，然后抓着韩灵莎被关的前珠，说出了一句经典的话：我迷惑你。一把抢过前珠，当即将珠子捏碎，放出了3000百姓的元神，里面也包括自己的爱人韩灵莎。原来就在不久之前，3000百姓陷入昏睡，当然韩灵莎也在其中。不料余妖为了夺望舒剑，竟附在了他的身上。当韩灵莎出来后，紫英看到异常举动，他让天河小心眼前的韩灵莎。在天河几番试探下，眼前的女人竟是一只鱼妖。不料这条鱼妖早有防备，竟用韩灵莎的身体危险他。没有办法的天河，他只好和鱼妖来到城外。鱼妖从韩灵莎身体里出来，北柯只想拿到望舒剑，便用韩灵莎作为要挟，然后用前珠将她苏醒，一手教人一手教剑。
我终于拿到望书了。而他拿望书剑的目的，就是要毁掉此剑。虽然韩灵莎的元神醒了过来，可还是回不到自己身体。当梦里来到这里后，蜀山派道真用法术检查到韩灵莎的元神不在体内。原来天河竟把望书剑给了妖魔。要知道，一旦妖魔毁掉了望书剑，整个陈州乃至天下都会翻天覆地，而韩灵莎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现在只有毁掉妖魔身上的钱珠，才能解救陈州百姓。此时北柯利用百姓元神制成了灵甲。很快子婴找到了这个妖魔，为了拿回望书剑，救回3000百姓，他们展开了激烈搏斗。余妖不是蜀山派道真的对手，当即被他一剑击杀，最后消失在空中。不料北柯召唤出了灵甲，这时2大门派的弟子赶到，为了杀掉眼前的妖魔，他们用阵法困住了他。妖魔不停地用望书剑攻击阵法，韩灵莎的身体很是虚弱。为了保住3000元神和韩灵莎的性命，他叫子婴撤掉剑阵。可望书剑对琼华至关重要，子婴是绝对不会让妖魔带剑离开。就在天河犹豫不决时，却在前珠里听见了韩灵莎的声音。他想起父亲说的话，说他体内拥有世间至强之力，担心自己的儿子下山会被有心人利用。天河决定和妖魔决一死战。天河担心韩灵莎有危险，于是他冲进了阵法中，叫他们赶紧撤离阵法。可蜀山派道真知道撤阵必受其反噬，结果误伤了天河。一边是妖魔横行，一边是所爱之人奄奄一息。为了不让韩灵莎受到伤害，天河激发出体内的至强之力，当场震飞了所有人。妖魔一脸懵，只见天河跑到他面前，轻轻将他举了起来，然后用砂锅大的拳头不停打妖魔的脑袋，最后使用至强之力将妖魔击飞了数十米远。当天河霸气走上前时，狡猾的妖魔竟趁其不备，一剑戳穿了天河身体。原来天河不是望书剑的宿主，但他为了自己所爱之人，只见他忍着疼痛靠近妖魔，然后抓着钱珠说：“阿弥陀佛。”接着撤掉了珠子，妖魔没有了灵甲庇护，结果深受望书剑寒气入侵。而天河为了解决掉妖魔，只见他拿着戳穿身体的望书剑，一个帅气的转身，当场用剑击杀了妖魔，接着捏碎了钱珠，将里面的3000元神通通从里面放了出来。妖魔寒气入体，领了盒饭。望书剑能伤害天河，说明他不是宿主。那真正的宿主是谁呢？韩灵莎的元神归位，他终于醒了过来。天河用自残的方式拯救了3000百姓。此时的韩灵莎醒了过来，可带来的却是天河的噩耗。由于望书剑的寒气已经到了心脉，现在只有至阴至寒之人才能将天河的寒毒逼出，而韩灵莎就是这样的人。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将天河体内的寒毒逼了出来。天河是醒了过来，可韩灵莎却当场晕了过去。当梦里准备给韩灵莎送药时，子婴的师弟来报说，还有一位名叫欧阳明珠的姑娘尚未醒来。他看着手中的坤珠，心里若有所思。当韩灵莎醒后，大家却发现眼前的女人不是韩灵莎，而是欧阳明珠。原来她就是怀硕说的未醒之人。欧阳明珠只记得自己一直身处在梦中，和自己的夫君相伴一生。慢慢的，她发现梦里的每个人每天都会说同样的话。她知道自己在梦中，可那又能怎样？因为她回不到现实。如今她走到街上，记得每日都会在60岁谭巴伯伯那里买酸枣。如今谭巴伯伯却如此衰老。你怎么这么老了？我都快70了，自然老了。70。原来他在梦里度过了10年。子婴找到照顾欧阳明珠的管家钟伯，来到屋内，发现欧阳明珠的元神微弱，若现在不及时将欧阳明珠带回现实，恐怕韩灵莎的元神再也回不来了。于是子婴叫他们把欧阳明珠带到此处。只见他从兜里掏出坤珠，然后对着珠子上面施法，发现这果然是念珠法阵。如今只有在梦境里杀了造梦者，才能让韩灵莎醒来。于是子婴立即施法，利用坤珠的力量，让天河和梦里进入了造梦者的梦中，发现韩灵莎就在眼前。当他醒来后，看到天河没事，顿时开心不已。随后他们来到欧阳明珠去千佛庙的必经之路，希望能在这里遇到造梦者。可发现不管他们怎么走，都会自动回到原点。突然所有人都看向他们，子婴感觉到为何他们3人的灵力如此混乱，他想把天河他们从梦境中拖出来，最后发现既然无法将他们拖出梦境，这时钟伯施法想吸取子婴的灵气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钟伯就是造梦者。原来梦中的元神用了7层，而3层元神在外对付子婴。若子婴现在要对付造梦者，他就必须中断给天河他们输入灵力，这样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天河想杀了造梦者，可他并不是造梦者的对手。接着他施法想吸取他们的灵力，眼看天河他们命悬一线，子婴却无能为力。造梦者想杀了他，结果被子婴的仙剑挡住了。这时欧阳明珠赶了过来，他的相公才停手。原来欧阳明珠知道自己同床共枕9年的相公竟是杀害父母的凶手，而子婴被造梦者击伤，但为了天河的安全，他还是继续输入灵力。就在造梦者要灭口时，
紫英趁机将造梦者打了出去，师弟立即与他展开搏斗，最后用琼华仙剑当场击穿了造梦者的胸口。梦里的他伤口显现出来，韩灵莎、天河、梦里都从梦中醒来。原来紫英师弟的到来是梦里吩咐的，因为梦里怀疑在幻境之外照顾他的人有嫌疑。这时造梦者醒了过来，明珠拿着刀杀了他，这也算是给父母报仇了。为了能和造梦者永远在一起，他拿着刀自尽了。如今他们二人都领了盒饭，看来是永远可以在一起。天河给他们关门，然后安静地离开了。女人第一次尝试在野外睡觉，就遭到神秘人的呼唤，因为自从一出生开始，她就能记起所有的事情。神秘人叫她去波仙镇找自己，就会记起她的身世。这时天河看见梦里胸口的玉在发光，于是他取下一看，玉竟然自动回到他的胸前。为了了解自己的身世，他们便来到波仙镇寻找答案，却突然在这里看见了紫英。大伙这才知道她竟是妖整容成剑仙。为了打听梦里胸前玉的线索，他们来到大名鼎鼎的服传易容馆，在这里认识了凤长歌。他一眼就认出玉的来历，一旁的女朋友说他是吃喝玩乐的行家。就在他们垂头丧气时，凤长歌告诉他们自己曾经在清凤阁的藏宝阁里见过此玉。真的假的？他们便跟随凤长歌来到清凤阁，没想到今天刚好是月圆15，只要和五毒兽来一场摔跤，他们就可以进入藏宝阁。天河为了找出梦里的身世，他只好同意了这场比试。天河本以为五毒兽是个小喽啰，没想到竟是个身高3米的胖小子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和五毒兽比试。殊不知眼前的凤长歌就是清凤阁的阁主凤二。就在天河与五毒兽比试时，韩灵莎偷偷带着梦里来到2楼的藏书阁，不料有2只妖把手，梦里只好利用她的美色。韩灵莎在后面当场将他们迷晕，然后来到藏书阁内，发现这里竟有一道结界，里面还关着天河的小猪妖。突然他们听见外面有动静，就在他们准备逃离时，却被凤二的下属用法术困住了他们。这时凤长歌来到他们面前，梦里这才知道他竟是清凤阁的阁主凤二。接着阁主把他们带到1楼，发现天河遍体鳞伤，而且还将他踩在脚底下摩擦。凤二为了天河不那么早早死去，便宣布2比2平。很快到了第3局，阁主宣布可以用剑，只见五毒兽变出一个魔法球，不停地攻击天河。梦里感觉不公平，因为仙兽竟用法术攻击一个普通人，这不公平！我会法术，我来跟他打。梦里听到梦里会法术，凤二要的就是这样，因为五毒兽会稀释灵力。就在梦里攻击五毒兽时，他脑海里再次听见神秘人的声音，说我就在你身边，你为什么不来找自己？突然梦里感觉头昏脑胀，瘫软在地。天河感觉跑过去查看，却被五毒兽从后面将他举了起来。这时凤二看见天河身上竟有块枣玉，就在五毒兽将他扔下来时，韩灵莎赶紧使用女人惯用伎俩，用自己的身体做人肉垫子。还好天河用宝剑撑住了。此时2人四目相对，接着天河起身割断了韩灵莎身上的法术。这时五毒兽走了过来，韩灵莎赶紧将天河推开了，可她绝对不许五毒兽伤害所爱之人。结果天河的灵力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五毒兽体内，韩灵莎赶紧过来帮忙。五毒兽还在不停稀释他们2人灵力。突然他抓住了望舒剑，这把剑瞬间发出一道绿光。就在这时，天河手中的望舒剑不停反吸着五毒兽的灵力。只见他们2人拿着剑，五毒兽的身体逐渐变小。听说有了五毒兽的灵力，他们就会百毒不侵。天河是望舒剑的宿主，他们谁都拿不走，因为谁拿都会遭到寒气反噬。究竟发生何事，会让天真的天河如此霸气呢？原来就在不久之前，他们3天通过了琼华派的试炼。就在天河满心欢喜留在琼华，想成为他父亲一样的剑仙时，一位长老从天而降，瞬间打破了天河的梦想。重光竟然当众揭发，你就是这琼华叛徒云天青之子。天河一脸懵，众人这才明白，原来他就是云天青的儿子。重光为了将天河赶出琼华，并拿回望舒剑，他告诉天河，19年前妖族作恶，琼华派为了天下苍生与之一战，眼看胜券在握，没想到云天青竟与妖族勾结，导致3000多名弟子仅剩下寥寥10数人幸存。天河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这样的人，因为在他心目中，他父亲一直保护弱小，善恶分明。但4位宗主可以作证，望舒剑本是琼华派的宝剑，若不是云天青盗取掌门一句不吭，因为他怕得罪天河，不能拿回望舒剑。众人都在责骂天河是叛徒之子，纷纷叫他滚出琼华。即便如此，你们也不应该欺辱天河啊！就在天河准备发脾气时，韩灵莎拉着天河的胳膊，提醒他之前自己对他说了什么。他答应过韩灵莎，以后一定好好收收脾气，别跟个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炸，不能因为别人的舌头影响自己的情绪。他听从韩灵莎的话，只见他走到重光面前，将自己的宝剑奉上。众人一脸懵，因为没有人能拿得了这把剑。接着他把剑扎在地下，这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。韩灵莎站出来辩解，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天河父亲偷了望舒，那为什么这把剑只有天河父亲和他能拿到？长老无话可说，天河告诉他们，现在不
是不还剑，而是他们根本拿不走。重光为了拿回望舒，他告诉天河，琼华对19年前大战一样有记载。天河知道他们没有亲眼看见，自己凭什么要相信他说父亲是叛徒？掌门为了拿到望舒，无论他怎么狡辩都无法改变19年前的事实。他询问天河是否要留在琼华，而天河为了查出19年前的真相，他决定留下。可问题是，按照门规，新入门弟子必须要有宗主收留，才能成为真正的琼华弟子。毫无疑问，韩灵莎和梦里有人收，叛徒之子却无人敢收。紫英知道天河的为人，他便不顾重光长老的责骂，当场收天河为自己的入门徒弟。再加上掌门公正，紫英成功收下天河。之后，紫英独自带着天河他们来拜见掌门，希望掌门能够同意，让紫英将他们3人全部收为徒弟。但望舒剑本是琼华派的宝物，天河见掌门如此的通情达理，他便将望舒还给了琼华派。殊不知，这就是掌门的目的，因为他想把自己修成至阴至体，好成为望舒剑的宿主，能与自己的师兄玄霄一起修炼双剑合璧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师姐气不过，他直接施法砍断了天河父亲的牌位，众人一脸懵，完全不知刚刚发生何事。天河抓起地下父亲的零碎牌位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他想起父亲说的话，爹就把这心藏在这牌位里。这一刻，天河彻底爆发了。只见他使出洪荒之力，将师兄们全部将屋内打了出去。师姐一脸懵，为何天河有洪荒之力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错，最终被师姐带去了思凡谷。据说在思凡谷待上1天，相当于外面的10天。如果待上几个月，天河将会老死在思凡谷。韩灵莎想进去，结果被师兄们拦下，他们只好来见掌门，希望掌门能放天河出来。可遭到众宗主的阻止，如果天河从里面出来，如果要接受此刑，那不死也得残废。作为天河的师父紫英，他愿意替徒弟接受刑罚。韩灵莎带着青阳长老来到此处，因为思凡谷的结界是他所设，师弟便放他们进去了。可没想到，短短1天的时间，天河的胡子都长了出来。青阳长老告诉天河，他父亲在自己心中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忠义之士，玄振并非是云天清最好的朋友。为了自己不连累师父，他主动下跪认错。掌门见此，便当场放了天河。之后天河给师父上完药，他听说冰火鞭刑会损耗师父的修为，而师父等着天河明白一个道理。看来天河还是不明白，这时他瞬间明白了，一时低头不代表一世低头，这才是师父最想听到的话。他原来柳梦里并非是玄振之女，而是他的师姐玄烨。之所以天河刚进琼华帮他，是因为不想让天河离开。就在玄烨要为父亲报仇时，却被一道激光波击退。原来是重光长老，他答应过紫英，不能让琼华的人伤害天河。柳梦里用幻音法术让虚良宗主苏醒，他怀疑柳梦里趁自己昏迷，进入了自己的意念中。为了保护玄烨，他准备杀了柳梦里。突然他的徒弟跑了过来，原来玄烨刺杀天河被人知道了，于是他们来到千人冢。虚照为了保守秘密，他来到玄烨身边，偷偷将剑递给了他，然后慢慢走到养父旁边，想一剑杀了天河，却被他养父阻止了。紫英赶紧施法夺掉玄烨手中的剑。柳梦里很理解虚良宗主的苦心，他说出了19年前的真相。虚良宗主是为了保护玄烨，才擅自更改了史册。玄烨是玄振与某人的私生女，琼华有明文规定，师兄妹之间不能有儿女私情。当年玄烨母亲被妖魔杀害，他将孩子托付给了师兄，并求师兄一定要保全孩子。就在这时，云天清抱着一个婴儿跑了进来，柳梦里这才知道她不是玄振之女，而虚良宗主为了保护玄烨，才污蔑是云天清杀了玄烨的父亲。虚照被逼无奈，他说出了玄烨的母亲竟是玄振的徒弟静慈。玄烨这才明白自己竟是父亲和母亲私通所生，这可是琼华派的奇耻大辱。玄烨为了给养父赎罪，他直接拿着剑自尽了。掌门得知情况后，他准备惩罚2位宗主，没想到天河竟为他们求情。他只是想证明父亲的清白，没想到连累到了玄烨师姐。天河得知了真相，他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。第2天，他们几个在树底下喝酒，突然天河胸前的枣玉亮了起来，他赶紧取下一看，枣玉却无缘无故的飞了起来。天河怀疑这是他母亲在指引自己，便一直跟在后面。殊不知，这时玄霄施的法。很快，他们根据枣玉来到琼华派禁地。柳梦里劝阻他们不进去，可这是天河母亲的指引，怀疑这个地方一定有秘密。他们决定进去看看，可这门怎么打也打不开。这时韩灵莎看到门上面有个凹槽，和枣玉很相似，于是天河把枣玉放了上去。果不其然，门居然自己开了。原来这里面是修仙圣地冰火神泉，不知为何成为了琼华的禁地。突然，原来玄霄就关在这里面。当天河得知他就是自己父亲的好友玄霄，可韩灵莎有个疑问，为何他看上去都不老？原来当年他走火入魔，几位长老为了保住他的命，便用阵法将他封印在了玄冰之中，因这里灵力充沛，所以容颜不老。这时紫英闯了进来，玄霄便使用灵力试了一下紫英的深浅，直到在天河口中得知他就是琼华派的师叔玄霄，玄霄才收起了灵力。
他便让紫英带着韩灵莎和柳梦里离开，自己有话和天河说。云霄告诉天河，他现在连御剑术都没有掌握，琼华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将他置于死地。就算他知道19年前真相又如何？为了不让掌门得到望舒剑，他准备教天河修炼之法，以免望舒剑落入掌门之手。天河为了修炼，他竟让玄霄教引灵入剑，结果导致走火入魔。原来就在不久之前，琼华要检验新晋弟子，如果通不过考核，就要离开琼华派。当天河得知消息后，他让师父教授自己御气之法，却遭到紫英的拒绝，因为他答应过重光，不许教授天河任何法术，便让天河在旁边打坐，然后教授韩灵莎琼华派剑法。其实他是故意让天河偷学，倘若如此，他都能领悟剑法，即便万难紫英都会教授天河。晚上，天河试了无数次，都未曾在其中领悟奥秘。这时他看到身上的枣玉，天河便来到琼华禁地找玄霄，让玄霄教授自己引灵入剑。只见他一施法，将旁边的望舒剑送到天河手中，玄霄将他带到自己的意念之地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母亲，只见一施法，母亲又消失了。天河很是伤心，玄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他愤怒。天河拿着手中的望舒剑，不停砍着玄霄的影子，最终他将愤怒转化成灵力，发出了望舒剑最大的灵力，这就是玄霄的速成之法。与此同时，韩灵莎的身体里的寒症发作，而让他不知道的是，韩灵莎才是望舒剑的宿主。第二天，天河的性格暴躁，他拉着韩灵莎离开。你不想学御气之法吗？天河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起韩灵莎手中的剑，将利器注入剑中，一个华丽的转身，竟将树上的鸟窝劈开了2半，这让紫英愤怒不已。这就是你说的引灵入剑吗？他想用法术进入天河的意念中，结果被天河推开了。他告诉紫英，母亲给了自己一副仙风道骨，紫英凭什么浪费自己的天赋异禀？接着抱起韩灵莎离开了此地。晚上，天河戾气缠身，紫英来到床前，用牵引术将天河的戾气吸了出来，并进入了他的意念之中。才知道天河以愤怒引灵入剑，竟是他的师叔玄霄所授。等到了早上，天河却恢复如初，在韩灵莎口中得知他昨天把师父弄生气了，于是他提着茶叶去师父那里道歉，却在门口听见重光竟和师父是一伙的。紫英答应过重光，绝对不能教授天河的御气之法。天河顿时戾气缠身，他直接踢开了大门。殊不知这是虚照的计谋，目的是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天河很是气愤，他直接将茶叶扔在了地下，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。看来紫英这次失算。等天河走后，他就将地下的茶叶捡了起来。天河再次来到玄霄的意念之地，不停用愤怒的戾气炼剑。当天河刚出禁地时，却碰到了师父。紫英警告他不要再来此地。天河为了撇清关系，他准备将吐纳之法还给师父。殊不知这是紫英用牵引术帮天河吸取身上的戾气。当青阳长老得知后，他便试探了一下天河的脉搏，才知道紫英给他实施了牵引术。天河这才知道师父是在帮助自己吸取戾气。他们便来到紫英房间。当天河看到师父背后的伤以及桌子上的茶叶，他这才知道自己错怪了师父。青阳长老用法术将紫英体内的浊气逼出，接着来到外面。这时紫英打开了门，他知道天河认识到了自己错误，便大度的原谅了天河。早上，紫英不顾后果的教授天河剑法，只见天河将灵气注入剑中，用剑气劈开了树叶。天河以为自己做的不好，殊不知他的剑气已然将旁边的石头劈成了2半。天河在师父的教导下，终于学会了御剑飞行。可老不死的虚照竟在边上使坏，把韩灵莎从剑上打了下去。还好天河及时拉住了他的手。韩灵莎为了不让天河淘汰，他主动拉开了天河的手。眼看韩灵莎命悬一线，天河直接跳了下去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竟可以操控仙剑，飞到韩灵莎面前将她救了起来。为此，他们3人全部通过考核，而重光长老竟从80岁的容貌修炼成了18岁的模样，成功破到7境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干掉玄霄。当他得到虚照的情报，得知掌门造摄影人欲夺望舒剑，重光便要去干掉影人，却遭到青阳长老的阻止。结果他被重光用法术困住了。接着，重光来到玄影的住所，控住了他。掌门为了爱情，他求重光长老原谅自己，放了玄影。重光只想进入琼华禁地杀了玄霄，没想到掌门的枣玉在玄霄那里。得知消息后，他就让虚照把玄影带走。当天河从禁地出来后，突然感觉到杀气，还好反应敏捷躲开了。原来是重光，他逼迫天河交出枣玉。不愧是云天青之子，但天河绝对不会给。无奈的重光便用法术攻击天河。由于天河刚刚修炼，他怎会是重光的对手？但为了保护玄霄，他只能放手一搏，结果被重光打得口吐鲜血。天河被逼无奈，他只能毁掉了母亲的遗物枣玉。气得重光血压飙升，玄霄被天河举动所感。就在重光准备对天河下死手时，青阳长老和紫英赶到。看在青阳长老的面子上，重光只好先放了天河。如今天河很是痛心，因为他为了救玄霄毁掉了母亲遗物。当天河进入枣玉中时，发现父亲和母亲以及玄霄早已人去楼空，天河只能躺在树底下伤心。韩灵莎为了天河开心，她准备帮天河修复枣玉。由于枣玉是属于韩玉，韩灵莎猜测
应该找个寒冷的地方修复。紫英把他带到琼华造剑之地，这里一边是高温，一边是寒冷，韩灵莎就做最寒冷的地方修复。重光为了搞清楚掌门的意图，他竟用法术提取了玄影神识里的记忆。这时虚照告诉重光，紫英的2个女徒弟正在试图修复早玉。玄影灵机一动，他愿意去拿回早玉，但必须要琼华派的丹药。经过1天的修复，早玉终于修复成功了。可韩灵莎觉得早玉虽然是修复好了，可好像没有什么灵气。这时柳梦里跑了过来，告诉韩灵莎他已经找到早玉注入灵光的方法。只见天河在眉心取出1点灵气，然后注入到早玉中。为了验证早玉是否修复成功，天河再次来到早玉中，发现母亲又坐在树底下谈笑风生，这让天河很是开心。当他从早玉出来后，他将这一好消息告诉韩灵莎。突然玄影飞了过来，直接抢走了天河手中的早玉。他本是影香山的山神，凡人静兰疾病缠身，但山神还是愿意娶她为妻。当静兰死后，他为了报恩，竟投胎做了一条小狗陪伴山神。一眨眼，小狗狗长大了，但山神却丢下了静兰。山神这一走就是100年，可静兰并没有选择投胎，而是化作一株百日草，守着山神100日而已，就花开凋谢的离开了。而这几世轮回中最惨的一次，静兰仅仅化为一滴雨露。然而在这一次轮回，她终于选择做了个人，成为了山神的女儿。可惜是个痴儿。可有一日，莲宝不小心看到光迹寒土，结果被收了进去。山神听见动静后，狐仙却从土里面出来了。他与光迹寒土立下契约，所以才成为不老仙体。抓捕莲宝只是想让他也立下契约，这样他就能逃离光迹寒土的束缚。为了防止百姓受到伤害，他求百姓们千万不要去影香山，因为那里有狐仙作祟。山神就这样结识了天河他们，回到山神的住所。紫英一眼就看出先生绝非凡夫俗子，山神只好显出真身。天河在山神口中得知，他的女儿被狐仙抓走，是为了替代新的光迹寒土气灵。可山神不能带天河他们去找狐仙，因为寒土属风，可以感知山神的气息，所以他不可能去追寻。但山神知道狐仙就在影香山的庙中，仙兽毕竟是仙，天河的胜算不大，只需把他拖到月圆之时，狐仙自己会回到光迹寒土中。山神为了女儿，送给了天河一把神器开元追月弓。所谓开元乃是无悔初衷，所谓追月乃是不惧前行。天河领悟不了奥秘，所以拉不开弓弦。山神告诉天河，要想拉开此弓，必须做到步步无悔，矢志不渝。对于神仙绝非易事，对于凡人更是需要历练。随后山神使用仙法，将神弓放到了天河手背中。不料他们刚来到影香山，就碰到了狐仙，而狐仙一眼就认出天河竟是个3世澄澈之人，很适合做光迹寒土气灵。于是他召唤出光迹寒土，几人进入了途中。狐仙和他们打了一个赌，只要他们4人赢了，狐仙就会放了莲宝。只见狐仙施法，让他们4人进入了时空中。在琼华山，紫英没有收他们3人为徒。在与天河和梦里准备去琼华山时，柳梦里拒绝了天河的邀请。在清风山，天河也没有选择和韩灵莎下山。就在狐仙觉得胜券在握时，剧情发生了反转。紫英想起了他们曾经的美好，柳梦里看到了韩灵莎的出射江湖手册，天河看到了韩灵莎的火折子。狐仙一脸懵，紫英冲了出来，同意收天河他们3人为徒。天河同意和韩灵莎下山，柳梦里也同意天河他们去琼华。接着他们带人来到光迹寒土屋，见到了莲宝。接着几人手牵着手，紫英施法，让他们几人从光迹寒土出来了。可没想到狐仙不守信用，他竟露出狐狸真身，与天河大战300回合。可天河毕竟修为不够，结果被狐仙的尾巴打伤。突然天河的手臂有反应，他这才想起开元追月弓，于是他把弓召唤了出来，然后用手中的望舒剑作剑，直接朝着狐仙射了过去。山神拿回了光迹寒土，为了报答天河救女之恩，他把光迹寒土和仙力以及寿元全部送给了天河，而山神成为了一个凡人，与自己的女儿共度余生。原来柳梦里的真实身份竟是幻冥界的少主。每当到达波仙镇附近，柳梦里都会听到幻冥界靖晨的呼唤。他为了搞清楚自己的身世，便根据声音再次来到清凤阁。靖晨指引他桌子上面有一本书，当柳梦里打开后，原本关于帝王玉的残叶，在帝王翡翠的照料下，残叶居然自己恢复了。如果佩戴此玉之人，就会灵力充沛；如果佩戴此玉之妖，可隐藏妖气与人一般无二。他想起19年前的场景，吓得书掉在了地下，他怀疑自己不是人。接着柳梦里在靖晨提示下，发现了这幅奇怪的画。与此同时，幻冥界龟邪大将感应到了冥界少主的气息，而柳梦里为了搞清楚画里面的猫腻，只见他对画施展灵力，画里凭空出现一个人。柳梦里的脑海里又想起画中之人的场景，原来自己是被云天青从画中之人手上抢的。只见冥界靖晨的元神直接进入了自己身体中。柳梦里蒙圈了，他猜想定然是云天青怕自己被妖物侵体，才为自己带上了这个翡翠。接着来到琼华，这就是光迹寒土。韩灵莎被光迹寒土而发抖，掌门很是欣慰。天河为了韩灵莎的安危，他将图收了起来。掌门为了嘉奖紫英，他将紫英封为剑宗宗主。琼华禁地内，玄霄使用灵力当场吸收了光迹寒土，现在还差一件神器昆灵，玄霄就可以破冰而出。晚上，当柳梦里在睡觉时，在帝王翡翠的影响下，他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，里面有个人在呼喊他。这时龟邪感应到了少主气息。
息来到了琼华派。当龟邪要进去时，却被琼华弟子看见。只见龟邪一招就干掉了2名琼华弟子，接着他变成了怀硕，旋即拉他去御敌，却被他一掌击飞。刚好这一幕被韩灵莎看见，他一眼就认出此人不是怀硕，龟邪便幻化出真身，韩灵莎便上前与他搏斗。柳梦里为了保护韩灵莎，结果被龟邪的紫晶石击中，导致他回到了梦中。龟邪亮出自己的兵器，只用一刀就打伤了韩灵莎。接着他想拉着柳梦里离开，突然2把剑袭来，原来是紫英和天河。在韩灵莎口中得知这个妖怪要抓梦里，天河便召唤出神功，用望舒剑做剑想杀了龟邪。没想到龟邪用柳梦里的性命作为要挟，要么和柳梦里一起走，要么和他一起死。没有办法的紫英和天河只好放下仙剑，可万万没想到龟邪逼得没有办法，他只好放了柳梦里，自己离开了琼华。当掌门得知龟邪重伤了韩灵莎，他怀疑龟邪已经知道韩灵莎就是望舒剑宿主，于是他找到丽江流，因为掌门救了他，所以他把红魄送给了掌门。回到琼华，他就将红魄打进了韩灵莎体内，因为红魄能治疗韩灵莎的寒疾。第二天，当他们要去找昆凌时，素身来到了琼华派，他告诉天河，昆凌就在天河身上，只有去青鸾峰才能找到此物。当他们来到青鸾峰后，4人便分头行动。天河与柳梦里来到了云溪洞，由于墓室全部结冰，唯有这个石脊没有冰霜，他便叫天河将灵力注入体内，突然石脊分成2半。冰棺自己移开了，里面正是他们所找的昆凌。可当天河要拿他时，却被他吸住了。柳梦里赶紧过去帮忙，他们却被一股力量震飞了。柳梦里的帝王翡翠掉落在地，他没了翡翠的压制，只见手长出指甲，柳梦里恢复了冥界少主真身。自从柳梦里知道自己真实身份后，他就准备在青鸾峰安家。突然他们3人被法术困住，原来是妖族大将龟邪。为了不让玄霄破冰而出，只见他施法让昆凌飞在空中，因为只有先毁了他，才能阻止玄霄破冰。天河为了阻止此事，他用洪荒之力挣开束缚，然后飞到空中将昆凌拿到手，却被龟邪用关公刀打了下来。就在龟邪要下死手时，柳梦里也挣开了束缚，接着用自己的妖力护住了天河。这时西众赶到，当场用法术将柳梦里和天河救走。为了防止玄霄得到昆凌，龟邪赶紧追了过去。韩灵莎的束缚自动解除了，为了天河的安危，他赶紧回到琼华，将天河被抓的事情告诉了师傅。掌门知道龟邪这是要毁掉昆凌，当紫英准备用灵力打探天河在哪里时，掌门收到情报，原来龟邪现在在波仙镇。他赶紧将此事告诉紫英，让他们4人立刻来到此处。为了给师公报仇，紫英使出猪妖阵。可柳梦里体力不支，眼看龟邪他们也不行，天河为了保护柳梦里，他直接拿着神弓对着紫英，而龟邪为了保命，他们只能先行离开。此时的天河不想做琼华弟子，这让紫英很是生气，他竟然为了妖放弃琼华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可天河不能将柳梦里的真实身份告诉他，紫英当场割袍断义，与天河恩断义绝，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回到琼华，掌门得知消息后，他告诉紫英，天河可以离开，但望舒剑必须要留下。琼华禁地内，天河拿出昆凌，当场让玄霄吸收了。看来他破冰在望。柳梦里找到梦墨族大将，得知19年大战，望舒剑和西河剑合并是为了打开幻冥界，将他的族人赶尽杀绝。为了防止掌门拿回望舒剑杀了天河，他赶紧御剑飞行去琼华，可惜还是来晚一步。天河把望舒剑给了紫英，当紫英走后，琼华却将天河团团围住。紫英当然要放天河离开，可宗主怎会放了他？只见他用几道剑气攻击天河，却被一道紫光拦住了，原来是柳梦里。于是宗主准备赶尽杀绝，眼看柳梦里有危险，突然晋城从里面飞了出来，当场为少主挡住了这一击。这时柳梦里胸口的帝女玉佩变成了幻冥界的至宝，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只见柳梦里的爪子长了出来，她恢复了幻冥界的真身。琼华赶紧列阵拦住了他们，突然空中出现2道烟雾，原来是龟邪他们。只见他关公刀一挥，就破掉了琼华派阵法。西众赶紧打开时空之门，然后拉着少主离开，却被一道激光波打碎。原来是掌门赶到，西众想继续拉着少主离开，却被紫英拦住了。一边是妖族，一边是道义，紫英该如何选择呢？最终他选择道义，帮助柳梦里离开这里。与此同时，西河剑有了反应，玄霄当场冲破了寒冰。只见他拿着西河剑，对着老天发誓，此生是灭妖剑。当柳梦里要离开时，玄霄飞了过来，只见他挥了一下西河剑，当场重伤了西众。为了保护少主，西众上前攻击玄霄，玄霄的法术逆天，当场重伤了妖族2名大将。柳梦里赶紧施法救走了自己的族类，可自己却中玄霄的西河斩，即便不死也将命不久矣。原来仙剑寺最大的反派是太清掌门，为了吸取幻冥界紫金之力得到成仙，打着灭妖的幌子，利用望舒剑和西河剑试图打开幻冥界。殊不知这一切被天河母亲知晓，玄震带着弟子冲入幻冥界，与妖决一死战。这时云天清看见师父果然为了紫金石之力才攻入妖族。墨族已经远离尘世，无意伤害人族，你们却掠夺我紫金山，灭我族群。
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说完，他就被琼华杀害。天青这才知道一切都错了。为了防止琼华不要再错下去，他就走了幻冥界的少主。可他的师兄玄振被妖杀了。但由于天河的母亲遭到望舒剑的反噬，紫英的师公告诉天青，只有找到阴阳子雀才能救天河的母亲。可当天青找到阴阳子雀后，却发现妻子已经怀孕了。两者之间，天青只能选择其一，所以母亲把阴阳子雀留给了天河。天河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同时能拿2把神剑。直到天河进入冥界，见到了自己的父亲，他才知道了一切。可现在父亲即将要消失，最后他化作一个灯笼。天河很是不舍，灯笼进入冥界投胎去了。而韩灵莎在冥界见到了自己堂姐，她告诉韩家人早死的秘密。所有韩家人并非是病死，而是韩家先祖精通堪舆，在意图探寻各种稀奇宝库时，误进入了神族禁地，并受到了极寒之毒侵染，导致韩家后人血脉遗传寿命短暂。为解神法，韩家早死后都会来到冥界做苦力。等到天河和他们会合后，他们就来到波仙镇。天河把当年的事情告诉紫英，紫英很难接受。现任掌门明知道真相，却硬要和当年太清一样，为了飞升七上南下。这时丑画师走了出来，他把自己与掌门勾结的事情告诉紫英。于是他气势汹汹来到琼华，当着众弟子的面揭露19年前太清为了飞升成仙，竟用望舒和吸附幻冥紫金灵力，导致琼华前辈们皆于死幻冥界。徒弟们一脸懵，可掌门为了掩盖此事，他打给师父报仇的幌子，硬要杀入幻冥界，实际上自己却是想飞升成仙。紫英当场要和掌门翻脸，说他用禁术造设了玄影，为了续命境购买活人元神。为了掩盖此事，就嫁祸给重光长老，害得重光被废，然后利用玄影雇佣韩灵莎以扶摇仙果为诱饵，逼迫韩灵莎带着天河和望舒来到琼华。掌门造设玄影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获得望舒，再利用天河为玄霄破冰，这样掌门和玄霄便能持有西河剑与望舒剑飞升成仙。掌门这是不打自招了，但弟子们依然支持掌门，于是他当场废除了紫英宗主的职位。而紫英为了面子，他自己毁掉了琼华官位。这时玄霄和天河赶到，玄霄念在紫英为自己寻寒气有功，便将紫英逐出山门，罚他去极仙镇做个洒扫。